First, let's start with you. Did you want to continue? Well, I would like to continue, but I saw that I was getting beat on. I realized I don't think I have it anymore because I got the ability to stay in shape, but I don't got the fighting guts, I don't think anymore. 2005年6月11日，39岁的拳王泰森倒在了拳台，一个猛兽般的铁血硬汉，却含着眼泪，带着不舍，离开了曾经最熟悉的擂台。这也让所有拳迷感慨，岁月对于拳击手的残酷。当年华不在，留给战士最好的选择，似乎也只有卸甲归田。但并不是所有的拳击手都会在这条铁力拳认命俯首。在40不惑、50知天命的年龄，有一位老男人依旧在挥舞着铁拳。虽然他的臂膀已不再年轻，但仍然是狂虐后辈，无人可挡，甚至创造出了奇迹，打进了医院。他就是重量级的重拳之王魔鬼乔治·福尔曼。提到福尔曼这位拳王，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天生神力，血路。曾经徒手扛起头小牛犊，还有拳台上那漫不经心的抡拳。虽然速度算不上最快，甚至技术也算不上最顶级，但76胜68次的 KO 战绩却造就出这架恐怖的杀戮机器。漫不经心的一记上勾拳就能让对手的护齿飞出拳台，看似偷懒的一记抡拳就是让对手沉睡的麻醉剂，让人感觉他并没有发力，但每一拳都是危险且致命。福尔曼简单粗暴的格斗风格也成了拳坛独特的一道风景线。今天的影片将会带你了解阿里时代最强悍的重炮手魔鬼福尔曼的3场大战。1949年1月10日，福尔曼出生在德克萨斯州的马歇尔，后来又跟家人迁往了休斯顿。福尔曼从小跟着母亲和继父生活，福尔曼这个姓氏也是随了继父，而继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酒鬼，家里微薄的收入也经常被他拿来买酒喝。福尔曼的学业之路并不顺利，15岁那年就离开了学校，成为了一名浪迹街头的小混混，就这样漫无目的地混了1年。16岁那年，母亲为他报名了职业培训，这是美国劳工部推出的志愿计划，专为16到24岁的青少年提供职业培训。而福尔曼报名的专业是木工和瓦工。母亲的想法也很简单，只是想要福尔曼有一门吃饭的手艺。但培训期间的福尔曼开始对体育产生了兴趣。由于福尔曼的身材高大，最初选择的运动项目是篮球，直到在场上试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打篮球的料。随后又尝试了橄榄球和举重，连续碰壁之后才选择了拳击。17岁那年开始练习拳击，19岁就参加了墨西哥奥运会。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位仅仅训练了2年的男孩击败了夺冠路上的所有对手，成为了墨西哥奥运会最大的黑马。在总决赛中遇到的对手实战经验甩出福尔曼几条街，对手在业余比赛中打了12年，业余场数甚至超过了222场，福尔曼的业余场数只有20场。就是这位不起眼的拳坛小学生，仅仅用了2个回合就打得对手血流满面，不得不放弃了这场比赛。学习拳击只有2年时间，就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金牌，这样的效率简直是在弯道超车。在成为奥运冠军后的福尔曼毫不犹豫地选择转战职业拳坛。面对早已在拳坛征战多年的对手，无论你的战绩有多漂亮，当福尔曼踏上拳坛的那一刻，要做的就是不停的比赛，一场接一场的终结对手，最终成为对手眼中的魔鬼。福尔曼凭借着遇神杀神的铁拳，只用了短短5年时间，就打出了40战全胜的记录。这40场比赛当中，只有3场是通过判定获胜，其余37场全部是 KO 或者是 TKO， 一时间让福尔曼的名声大噪，甚至成为了人人必战的怪物。1973年1月22日，这是福尔曼第一个高光之战，也是入行以来第一场冠军赛，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乔·弗雷泽。弗雷泽曾在比赛中战胜了拳王阿里，也和阿里、福尔曼并称重量级的3大巨头，也是3人当中最擅长打近战的拳王。独特的晃动闪躲，再加上刚猛霸道的左勾拳，压迫式的打法，经常在比赛中攻破对手的防线，对手一个不留神就会被他硬生生的摧毁而输掉比赛。在近距离的搏杀当中，弗雷泽的左勾拳简直就是杀人利器，甚至福尔曼在后期的采访中说道，弗雷泽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拳手，当年和他比赛也是我第一次感到害怕。要知道2位拳手在这一年都保持着不败金身，甚至连拳坛的尊神阿里都没有办法击败弗雷泽，这也是拳击史上最为经典的重炮手对战压迫型选手。福尔曼的优势在于那双199公分的超长臂展比弗雷泽足足长了14公分，所以在比赛中经常会看到弗雷泽一旦想要缩短距离，就会被福尔曼瞬间推走，再用自己的超长臂展击打，
第二点在于超强的身体素质，福尔曼的超强抗击打能力也代表着比赛中的容错率更高。第三点就是那双铁拳头，无论是刺拳还是后手拳，杀伤力在当时的拳坛都是超一流。但福尔曼的短板也十分明显，他没有弗雷泽细腻的技术，无论是进攻、闪躲还是移动。可以看到，弗雷泽想要近身，福尔曼却在刻意的控制距离。每当弗雷泽快要接近时，就会被福尔曼快速推开，再用刺拳打乱对手的节奏。面对福尔曼源源不断的重拳，弗雷泽用头部灵活的闪躲。但此刻弗雷泽的情况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一直在福尔曼的节奏中进行。福尔曼一个刺拳击中弗雷泽，这一拳的力量石破天惊，瞬间让弗雷泽失去了平衡，又在下潜过程中吃了一记勾拳。接着又是第二次、第三次的连续击倒，弗雷泽凭借着意志力一次次的强撑着继续比赛。当比赛进行到第二回合，福尔曼把弗雷泽逼入角落，一拳接一拳的疯狂输出。弗雷泽刚想要逃脱，却被裁判封住了去路。这就是顶级拳王的钢铁意志，越是跌倒就越要站起来，只要心理防线还没有被击垮，就绝对不会轻易说出放弃。第五次击倒，第六次击倒，短短的2个回合，弗雷泽被击倒了6次，直到裁判看不下去才叫停了比赛。虽然弗雷泽狼狈地输掉了比赛，但永不言败的精神绝对值得每一个人尊敬和学习。这场比赛让24岁的福尔曼一口气斩获了3条冠军腰带。福尔曼和弗雷泽也是拳锋相克，3年之后双方进行了2番战。在第5回合，弗雷泽还是被 TKO。福尔曼纵横拳坛近30年，还真没有人能和他正面硬刚。对手在和福尔曼较量时，不是扛不住就是打不动，想要打败他也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高智商的消耗打法。放眼整个世界，也只有一个人可以办到，他就是出拳如蜜蜂蛰刺，步伐如蝴蝶飞舞的拳王阿里。他是历史上第1位，也是30年来唯一一位 KO 福尔曼的人，而这场对决也被称为丛林之战。时间再来到1974年，这是福尔曼的第3场卫冕战。此时的福尔曼风头正盛，在拳坛可以说是遇神杀神，恐怖的 KO 率让众多对手心生畏惧。刚刚提到过的弗雷泽曾和双方都有过交手，在赛前甚至一度认为阿里需要考虑的不是胜负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从拳台活着走下来。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当时拳坛最高水准的较量，现场观众足足来了6万人，全场直播观众达到了10亿人，占据了当时全球人口的1/4，比赛收入也高达1亿美金。福尔曼和阿里的出场费也给出了各500万美金的天价，要知道这可是1974年，当时的一根冰棍也只要2分钱。而这场比赛的策划者就是后来吞噬泰森财产的唐金，因为促成了这场比赛而一战成名。这笔高达1000万的天价出场费也是由扎伊尔的总统蒙博托来支付。1974年10月30日，史诗级的丛林大战在金沙萨正式开始。福尔曼上来就是势大力沉的重拳，仿佛每一拳都是奔着要命去的。但阿里的战斗风格却突然大变，不再是以往保持中远距离的作战，而是利用拳台边绳进行头部闪躲，在不断的用刺拳击打福尔曼。因为阿里明白，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四处游走，自己的体力会更快的被消耗。就连阿里的教练邓迪也在休息时间质问阿里：“你的移动呢？你的蝴蝶步呢？不要再靠着边绳被动挨打。”但阿里的回应却说：“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阿里的刺拳虽然不足以对超高护甲的福尔曼造成 KO， 但每一拳都胜在精准有效。福尔曼的双拳更像是肋骨瓮精锤，左右开弓朝着阿里抡去，就是要击倒，就是要 KO。但福尔曼势大力沉的拳头很难击中阿里的头部，阿里也利用边绳战术，在福尔曼打桩机般的重拳下，一次又一次的逢凶化吉。面对阿里密不透风的防守，福尔曼只能对着腹部哐哐几拳。但阿里的腹部抗击打也不是吹的，每天500个仰卧起坐是阿里的必练项目之一。除了防守和不断的刺拳，阿里的嘴巴可一直没闲着，不断的用言语刺激着福尔曼：“你怎么就这点能耐？他们不是说你很能打吗？”阿里在不知不觉中给福尔曼下了一个钩子，就是为了激怒福尔曼，就是为了让福尔曼多出拳，从而达到消耗体能的目的。福尔曼听到嘲讽后，更是不计成本的继续猛攻。在当年的重量级，有太多的高手都曾被福尔曼斧子般的重拳一斧接一斧的拦腰砍断，但眼前这个男人，哦不对，是怪物。无论自己如何疯狂的进攻，他却站在那里始终屹立不倒。不知道福尔曼当时怎么想，换作是我，肯定是要怀疑人生了。
第5回合之后，铁打的福尔曼真的累了，脚步开始踉跄，出拳开始缓慢。在回合休息时，阿里对自己的教练邓迪说：“现在我可以在任何时间击倒他。”直到比赛进行到第8回合，阿里在反击中连续的组合拳击碎了魔鬼福尔曼的不败金身，给了福尔曼人生中第1次 KO。并不是阿里的组合拳有多重，而是福尔曼的体能消耗殆尽，阿里的布局也是时候收网了。福尔曼的40场连胜惨遭终结，但这场丛林大战却成了拳坛经典。失利后的福尔曼一直想要2番战，但阿里却没有再给福尔曼机会。这一年的福尔曼只有25岁，但是有3年的时间没有打过持久战，每一次比赛都是在2回合内砍瓜切菜般的快速终结对手，所以在体力的分配上还是太年轻。这场比赛也说明了拳击这项运动并不是鲁莽的横冲直撞就能赢下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也充分表现出阿里的智慧和执行力。福尔曼在这场比赛之后又连续 KO 了5名对手，但在1997年的一个夜晚，福尔曼爆冷输给了吉米扬。在回到更衣室之后，筋疲力尽，甚至有种濒临死亡的感觉。此战之后，福尔曼离开了拳台，在休斯顿成为了一名牧师。福尔曼的职业生涯可以分为2个阶段，当牧师的10年时间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分水岭。1987年的一天，福尔曼宣布重返拳台，但10年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别人的38岁已经到了退役的年龄，福尔曼的38岁却要重返拳击擂台。不光是年龄的问题，他的体重也达到了121公斤，所有人都在嘲笑他，甚至等着看他的笑话。但这次重披战甲的背后，却有着一份堪称伟大的任务。福尔曼在退役的10年，除了担任牧师的工作之外，还创立了青年社区中心。简单来说，就是帮助无家可归的青少年。但社区中心需要稳定的经费，福尔曼不得不重操旧业，走上拳台。回归后的福尔曼变得更加沉稳和睿智，就连外表也相由心生，从年轻时凶神恶煞的魔鬼变成了外表憨憨的慈祥大叔。但不变的还是那双钢铁之拳，每一次出拳都让人担心会不会送对手去见上帝。3年时间连续赢下了24场比赛，只有1场是通过判定获胜，其余23场全部打爆了对手。但福尔曼也遇到过挫败，在2次冠军挑战赛中分别输给了霍利菲尔德和汤米莫里森。即便是29岁的霍利菲尔德在比赛中打了福尔曼将近300拳，也无法 KO 掉这个42岁的福尔曼。直到1994年的一天，新晋拳王穆勒在上一场刚刚打败了霍利菲尔德，成为了冠军。就在卫冕战中挑中了福尔曼，团队挑选福尔曼的原因也是相对比其他选手，福尔曼年龄老名气大，拿他给冠军腰带先镀个金。这一年的福尔曼45岁，而对手穆勒只有27岁。别看穆勒年纪轻轻，但出道至今却从未输过，保持着35战全胜的不败战绩，也算得上当时拳坛的一大狠人。前9个回合，穆勒一直占据上风，裁判计分卡福尔曼处于落后，但整场比赛的精华却在第10回合。福尔曼轻描淡写的前后直拳，干脆利落的击倒了冠军穆勒，这也震惊了现场所有的观众。看起来只是随随便便的出拳，却给了年轻穆勒最致命的一击。获胜后的福尔曼没有任何庆祝，反而是跪在角落为对手祈祷。这一战不仅让福尔曼成为拳击史上年纪最大的拳王，也赶走了曾经输给阿里的心魔。超高的暴击，深厚的血池，这些上帝赐予的身体硬件，让福尔曼在擂台不需要和对手玩那些花里胡哨的，只需要简单的平 A 就能干翻对手。如果不了解拳击的人，谁又能想到这位面目和善的老头曾是所有对手心中最难缠的魔鬼？福尔曼的职业生涯相对比其他重量级拳王虽然不那么辉煌，但是绝对足够传奇。登过顶峰，跌过谷底，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但在回归时依然可以向世界证明，老子还是拳王。好了，这就是魔鬼福尔曼的故事，也欢迎在留言区聊聊你心中的福尔曼。Everybody knows that I'm breaking down. Everybody knows I ain't faking now. Everybody knows my heart's vacant now. Yeah, she hates me now. I made mistakes, but now I don't ever wanna be alone. I don't really ever feel at home. On my own, in the zone. That's the only way I know. Feeling low, about to blow back up. I'll pop a couple more aspirin. I don't think I'll ever let you in. 好了，感谢观看这一期的格斗大视野。还没有关注的朋友，给一波关注吧。我们下一期再见。